和女友异地3年，我们每天都会打视频，节假日轮流去对方城市。我们都在认真坚定地维护这段感情，直到他进入了一家新公司。当柳如烟连续半个月提起他新公司帅气温柔的总监时，我知道我们的感情结束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晚上9点，我照例给柳如烟打电话，等了许久，她都没接。异地恋不容易，因此我们约定每晚9点前轮流给对方打电话。如果需要加班，就提前发消息通知对方。我刷了无数遍微信，依然没有新消息，实在放心不下。我又一次拨通那个熟悉的号码，电话接通了，还没来得及高兴，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，还有嘈杂的背景音乐，分不清是在酒吧还是 KTV， 总之十分喧闹。这不是柳如烟喜欢的场合。如烟这会儿不在，你有事可以和我说，我替你转告他。男人嗓音醇厚低沉，语气中的熟人向我展示着他们的亲密无间。你是谁？嫣嫣的手机怎么在你那？我警惕地问他。他去洗手间，作为朋友兼上司，我替他保管一下，有问题吗？对方轻笑出声，语气轻松随意。我和柳如烟是青梅竹马，我们两家只隔了一条小路，步行只要2分钟，所以我太了解他了，甚至比了解自己更多。小时候，他妈管他特别严厉，总是偷偷翻看他的书包和抽屉，所以柳如烟特别讨厌别人碰他的任何东西，尤其像手机这种私密物品，就连我也不敢随意触碰。所以对方说的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信。就在我想要不要报警的时候，电话里传来柳如烟和这个陌生男人交谈的声音。如烟，你有电话？哦，是阿宇。9点了，我忘了。手机里柳如烟带着醉意的声音传来，她没有责怪那个擅自接听电话的男人。我死死握着手机，手却不停颤抖。阿宇，对不起，忘了你还在等我电话。我今天喝酒了，头好晕啊。我张嘴，喉咙却干涩的讲不出话。我努力平复情绪，用最淡然的声音问他，刚刚接电话的人是谁呀？提起刚才那个男人，柳如烟原本迷糊的语气一下明亮起来，还隐隐含着笑意。我们公司的顾总啊，就是顾衍，我和你说过的，上次招待甲方，他还替我挡酒来着，你忘了？一点小事还值得你到处讲，真是个傻丫头。既然你喊我一声顾总，我就该护着你。柳如烟口中的顾衍又一次打断了我们的聊天，可他非但不觉得被冒犯了，还笑得很甜，娇俏的笑声刺激着我格外敏感的情绪。谢谢顾总，想感谢我，那就拿出更好的方案。我听不下去了，直接挂断电话。窗外突然就黑了，好像星星集体消失了一样，心也变得空荡荡的。柳如烟很漂亮，她很小的时候大家就这样说，读书时更是全校男生瞩目的焦点，就连我和她一起逛街，售货员都会对我格外热情些。朋友们都打趣说柳如烟太美，把我衬得很有钱。所有人都说我配不上她，她够美丽，我却不够有实力。但是她对我说，青梅竹马才是最般配的，我们是超越爱情和亲情的存在，是彼此生命里的唯一。高中的时候，我们瞒着家人偷偷恋爱，东躲西藏里全是甜蜜。他会认真反驳每一个不看好我们的人。小时候他说，乔宇哥哥就是最好的。长大了他说，阿宇有你真好。他会陪我熬夜玩游戏，我也会陪他熬夜看言情剧。因为工作原因，我们异地恋3年，但我从不觉得危机会发生在我俩身上。
我相信我们之间的感情，也一直期待着我们的未来。我知道自己来自小县城，即使父母愿意支持我，但他们毕生积蓄在大城市的房价面前，也只是杯水车薪。为了能在他想留下的城市买房，我每天都拼命工作，努力在自己身上省钱。终于在工作的第3年，攒够了50万。我知道还差很远，所以我还是住着合租房里朝北的次卧，衣服只要干净整洁就继续穿。剪头发从不去理发店，只去超市卖场里的10元快剪，和大爷大妈一起排队。因为我知道有个女孩也同样期待着和我的未来。但是柳如烟跳槽去了新的公司，遇到顾衍，这些年她也会和我分享工作上遇到的大小事和公司八卦，但从没在我面前频繁地提起某个人。而最近我听了太多次顾衍，可能他自己都没发觉，每每提起顾衍，他总是有掩饰不住的雀跃与欢喜。他甚至可以说出他无数优点，如今为了他可以把我丢在一旁，这是从未有过的。说实话，有些心痛，也有些慌张。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默契让我窒息。我选择逃避。第2天一早，我去公司请了假。我们这么久的感情，我不能不明不白被出局。下午，我到了柳如烟租的公寓，做了她爱吃的菜。等她回家，一切都很好，我们似乎和往常一样。直到我说了句，他应该和顾衍适当保持距离。阿宇，那是我们总监，你工作的时候也要和领导搞好关系啊。我这不也是为了咱俩的将来？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？我看着眼前精致美丽的柳如烟，有些自惭形秽。乌黑的长发，得体的妆容，纤细的手指莹白如玉，比起我的灰头土脸，她才符合人们对都市精英的幻想。她神情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，异地恋已经很累了，你还要疑神疑鬼。我想为自己辩驳2句。她的手机响了，我一听就知道这不是手机默认的铃声，而是用心设置过的。她本来还有话要说，听到这个铃声，马上拿起手机。顾总，我是如烟。手机里的男人只说了一句话，柳如烟就心急地向外走。你昨天胃就不舒服，只吃药行吗？他太过着急，甚至忘了和我说一声。大门即将关上那一刻，我的心抽痛了一下。好在他想起了我。柳如烟顿住脚步，转身看向我时，眼神也难掩焦急。阿宇，我要出去一下。顾衍这人什么都好，就是不会照顾自己，生病也不知道。他没有朋友吗？没有家人吗？我打断他的话，向他走去。你不是说他是本地人吗？这么晚了，你一定要过去吗？他是男领导，万一被公司的人碰到，大家会怎么想？我来一趟不容易，你别去了好不好？我以为我说完这些，柳如烟一定会留下，没想到他一把推开我，气愤不已。乔宇，你以为别人和你一样吗？你心脏看什么都是脏的。再说了，你是医生吗？你凭什么说人家不严重？如果出事了，你赔得起吗？真是搞笑。他摔门而去。我觉得我就要失去柳如烟了。这扇关上的大门把我留在了没有他的世界。我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柳如烟都没再主动联系我。有时候所谓的改天不过是一种托词，所谓的下次也可能是下辈子。这天晚上，大学室友刘安突然给我打电话，东拉西扯一番，他才吞吞吐吐地问我，最近你和柳如烟怎么样啊？我瞬间有些心慌，预感到不会是好事。今天我女朋友生日，非要去吃一家死贵死贵的法餐，在餐厅看到柳如烟了，和一个男人一起，那男的对她绝对有意思。我有种悬在心口的石头终于落下的感觉。
这些日子发生的事，说不介意是假的。我虽然还爱着他，但我也有我的自尊。他不说，我便不问。刘安替我出主意，叫我去柳如烟公司一趟，你带着话去，宣示主权。那人不是他上司吗？说不定就是见色起意，也不是认真的。你一去，他怕闹大，也就不敢了。他要是还敢不要脸骚扰弟妹，我帮你一块去找他们领导投诉，让他丢工作滚蛋。我拒绝了刘安的好意，如果真这样，恐怕我就成了广大网友口中的下头男。他又给我出了一个主意，你俩青梅竹马，还谈这么多年，不行你就求婚吧。啊！我震惊了，再发现女友疑似有暧昧对象的档口求婚，不知道是我疯了，还是刘安疯了。你呀什么？兄弟又不会害你，你以为你再找一个像柳如烟这样的容易吗？大美女呀，工作体面，学历也好，你们还是同乡，两家知根知底，彩礼更是好商量。如果分手了，你准备怎么办？去相亲吗？现在给相亲对象过节发红包少于2000都被骂小气，彩礼38万8，那很正常。见我有反驳的意思，刘安马上截住我的话头。乔宇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你们的感情很纯粹，你们是真爱，容不得这样的瑕疵。但是生活不光有爱情，还有柴米油盐，你再找一个就保证没问题了吗？他的声音有一丝无奈。你们都认识20几年了，柳如烟对你是有感情的，现在这个年龄，你再去重新认识一个女人，除非是言情小说，不然问题只会更多。最后，刘安总结性发言，等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他也就收心了。我沉默，我知道，也许刘安是对的。他给我讲了许多自己相亲的血泪史，桩桩件件都在告诉我，结婚还是知根知底的好。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20几年的人生里，全是柳如烟，她是我不舍得放弃的理想。我不甘心就这样放手，我只要想到自己要失去她，心就像被刀割一样，那种不甘和痛苦难以言表。可是只要想到他也许对顾衍动了心，我就觉得很失望。我期待的一切似乎都在瞬间崩塌了。最终我还是买了玫瑰和钻戒。我想给我们的爱情一次机会，给我们20几年的青春一次机会。我决定向柳如烟求婚。刘安知道后表示大力支持，还叫了几个朋友扮成卡通人偶，举着心形气球，拿着玫瑰花给我助阵。我提前给柳如烟打了电话，在公司楼下等她。当我捧着钻戒单膝下跪求婚那一刻，那些不愉快似乎全都烟消云散，周围的一切都黯然失色。我眼里只有柳如烟，我满怀期待地对她说出那句经典告白：嫣嫣，嫁给我好吗？下班时间，周围人流如织，喜欢看热闹的人围了上来。我已经看到有人举起手机拍照了。刘安他们穿着人偶服装，给围观人群发准备好的单支玫瑰，起哄声一下多了起来。柳如烟面色绯红，向我缓缓伸出手，我欣喜若狂，鼻子一酸，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刘安说得对，嫣嫣对我是有感情的，我反对。就在我拿起钻戒想要给柳如烟戴上时，却被顾衍打断。柳如烟伸向我的手停了下来，她的迟疑如同暴雨，淋湿了我所有期待。我攥紧拳头，忍了又忍，还是没忍住，冲过去给了顾衍一拳。顾衍被我打懵，回过神来，勃然大怒：你敢打我？早就想打了，怕柳如烟不高兴，我一直忍着。我爱她，我希望她开心。我以为我们认识了那么久，在一起了那么久，我们是彼此的唯一。直到顾衍出现，我才知道，也许所谓的唯一，只是我的一厢情愿。爱情原来也有保质期，
所谓的永远不过是我一厢情愿，打的就是你。明知道柳如烟是我女朋友，你还纠缠她。我们20几年的感情就是被你毁了。我和顾衍打成一团，柳如烟哭着让我们别打了。刘安他们围过来拉偏架，顾衍气急败坏，对我破口大骂：毁掉什么？你俩结婚了吗？自由恋爱懂不懂？天才地宝能者居之，你这种屌丝也配站在如烟身边？钻戒小的跟米粒儿一样，不拿放大镜都找不到钻在哪，还求婚，真是穷屌丝做派。乔宇，你不仅穷还没品，有种你和我单挑，怂包一个，打架还要人帮，又穷又没种的垃圾。周围的人震惊了，我去，男小三，无语了。男小三都这么嚣张吗？赶快拍下来，把他发网上让他火。小三都该死。最终这场求婚求到了警局，我没想到刚出警局就被柳如烟一耳光甩到脸上。乔宇，我的脸都被你丢完了。大颗大颗的眼泪从他泛红的眼眶中落下，柳如烟哭着跑开了，只留下我呆愣在原地。顾衍挑衅地朝我比了个国际友好手势，得意地跑去追赶柳如烟。我愣在原地，看着他上了顾衍的车，一脚油门，在我眼前快速远去。我们20几年的感情，在此刻变成了一场笑话。我妈打来电话的时候，我才发觉最近颓废到忘记打电话给他们了。比愧疚更难过的是我爸要手术的消息，他们已经在省医院住了好多天，明明和我在一个城市，却因为怕麻烦我，一直没说。我妈在电话里说我爸想见一见我还有柳如烟。你爸呀，他这是怕下不了手术台。我妈哽咽着说，我瞬间红了眼眶。求婚之后，我和柳如烟没再联系过。为了我爸，我还是厚着脸皮打了电话过去。小时候，柳如烟爸妈喜欢打麻将，一到周末就顾着打牌，饭都不做。我妈特别喜欢他，总是带他来我家吃饭。我是我，父母是父母，我想他应该愿意陪我演这场戏。可惜我得到的只有一句：我去干嘛？我又不是医生。我没再说什么，只是挂断电话。忽然想起我在邮箱里看到的信用卡大额消费账单，柳如烟的卡是一家男装店，不是我们平时会消费的档次。以前的我们不分彼此，许多时候是共用一个邮箱的。曾经他还会特意挑选漂亮的收集册，只为存放我们来往的车票和机票，还会在旁边粘上可爱的便利贴，记录当时的美好。而现在我只好对父母说，柳如烟刚去了新公司，不方便请假。我妈听完马上数落我爸，他们年轻人平时工作够忙了，你就是没事找事。说完还安慰我，你爸心绞痛都是老毛病了，现在搭桥手术成熟得很，根本没风险。你爸他就是胆小。我爸立马接话，对对对，年轻人工作第一，由我儿子来看我，手术肯定顺利。我憋住眼泪，勉强和他们聊几句，借口问医生情况，逃出病房。微信响了，我以为是柳如烟改变主意了，结果却是从前追过我的女同学。她发给我一个小某书上的链接，幸灾乐祸地嘲讽我：乔宇，你混得不行啊，都把自己混成备胎了，哈哈哈！我颤抖着点开，发帖时间是求婚前，稳定关系和怦然心动，该选哪一个？和男友是青梅竹马，关系稳定，但是所有认识我们的人都说他根本配不上我。新公司的上司明确表示对我有好感，还送了贵重礼物给我。他家境优渥，真的很难不动心。可是最近我奶奶身体不好，我爸妈小时候不管我，我是奶奶带大的，我害怕和男友分手后奶奶难过，
而且我家和上司家境相差太多，我怕把握不住，将来两头落空。骂人的我会删除拉黑。我只是个普通女孩，婚姻是第2次投胎，想嫁得好一点有什么错呢？我浑身发冷，原来那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求婚。我只是他的备选方案，即使接过我的戒指，也不是想成为我的新娘，而是不想放弃我这个备胎。被追过我的女生把这一切撕开，我真的很绝望。我妈催促我和公司申请一下调回去，她说我们总是异地不太好，还说早就给我攒好结婚的钱了，就盼着给儿媳家走礼。我没告诉她我调回去的事已经基本定下来了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现在还算不算好消息。我甚至不确定是到如今还要不要回去，毕竟我现在工作的地方是家乡的省会，离家只有3个多小时的车距，回到 A 市离家就远了。更何况那是柳如烟喜欢的城市，并不是我喜欢的。如果在省会城市买房安家，真的会轻松许多，父母都不再年轻。如果回总公司，我真的有能力把他们也接过去吗？我坐在出租房的床上发呆，不争气地看向手机。明明对柳如烟失望至极，却我还是希望她能打电话给我，哪怕只是关心下我爸。隔壁那对小情侣又在吵架，他们把我从不切实际的幻想里拉回了现实。他们互相指责，好像还有人摔了东西。后来女生在哭，我曾经觉得我和柳如烟和他们截然不同。他们虽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，可是显然他们感情不太成功，常常吵得天翻地覆，互相责怪，互相诅咒，经常这样撕破脸打闹，哪还有浪漫可言？我和柳如烟虽然是异地恋，但我们在一起的每分钟都是温馨又甜蜜的。可是我等到夜深，翻了翻手机，有垃圾短信，有 App 推送，有微信群聊，唯独没有柳如烟。9点早就过去了，马上12点了，这一天要结束了。寂静中，隔壁传来暧昧的声音，那对小情侣已经和好了。我忽然想起，他们几乎每天都会做饭，还喜欢招待老乡和朋友来吃火锅。一群人挤在不大的房子里，却依然很开心。每次招待朋友，还都会给我和另一个室友送些吃的，大概是觉得打扰到我们了。兴许他们的感情才是最浪漫的，平凡却又热烈。手术一切顺利，大概是最近最好的消息。但我和柳如烟的关系却降到冰点。我以为我们彻底结束了，他却拎着水果牛奶来医院了。我爸妈很高兴，尤其是我妈，拉着柳如烟的手，絮絮叨叨说个没完。柳如烟还去洗了水果，要给我爸削苹果吃。我爸一开心就忘形：“小雨呀，我和你妈都老了，就盼着抱孙子呢。”柳如烟削苹果的手顿住，我的心也提到嗓子眼。我们的事我一直没说，我爸要做手术，说出来怕会影响他养病的情绪。叔叔，你不把身体养好，怎么抱孙子啊？一句话就把我爸哄得满面红光，感觉下一秒都能直接出院了。我看了眼柳如烟，无论如何，她此刻愿意这样说，我是真的很感激。鬼使神差的，送她离开的时候，我想对她说要调回总公司的事，可最终我还是把话咽了回去。她大概并不想知道我的消息，最终我还是调回了总公司。熬了3年才能回来，我没理由拒绝，毕竟这是当初勤恳工作的换来的结果。是这个我来来回回3年之久的地方，我对它一点都不陌生，因为这里曾经有我最牵挂的人。我总会时时刻刻留意这个城市的任何东西。以前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在这个城市买一套属于我和柳如烟的房子，为此研究了不少楼盘，
有新房也有二手房，如今这些东西反倒成了我租房时十分有用的知识，有点好笑，也有点心酸。等我租好房安顿好，过了10几天，柳如烟才想起联系我。她急匆匆出现在我面前，眼中有些心虚和愧疚，可是一开口却是埋怨：“你过来也不和我说一下，你是要躲着我吗？”看我不吭声，她放缓语气：“过几天就是你生日，我还给你准备了礼物呢。”她从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，塞到我怀里，对我撒娇：“阿宇收了嫣嫣的礼物，就不许再生气了。”我打开那个盒子，里面装的是一对黑曜石袖扣。我刚有些回温的心忽地凉了下来。“你确定这是送给我的？”“是啊，怎么了？”柳如烟极其自然地回了一句：“这是特意为你选的。你都毕业3年了，也该注重一下穿着了。男生的品味就是体现在这些小细节上的，这点你真的要多和顾衍学学。”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把东西还给柳如烟。“很好，很精致，但不是我能用的，你可以送给更适合的人。”柳如烟眼里闪过不解，似乎是不明白我拒绝的原因。短暂沉默后，她露出恍然大悟的模样：“乔宇，你是不是自卑呀？你是觉得自己不配用好东西吗？还是因为讨厌顾衍，所以不喜欢？你要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你就太狭隘了。无论是谁身上都是有闪光点的，学习别人优秀的地方，并不是丢人的事呀。而且我和顾衍只是上下级关系，你没必要这么敌视他。”我看着眼前的柳如烟，感觉有些陌生。我只是觉得这么精致的袖扣需要一身好衣服，有了好衣服还要配一双好鞋。为了衬得起他们，我是不是还要搭配一只高档腕表？要不要再配一个精致的发型？这不是我能负担起的。我不想为了一碟醋去包饺子，我只想把辛苦挣来的钱花在我认为更值的地方。我只是拒绝了一份对我来说完全用不上的礼物，和我青梅竹马长大的女孩却要给我扣上阴暗的想法。“是的，或许就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开心就好。”说完，我果断离开房间，哪怕出去漫无目的的走走，都好过待在这里被闷死。天气有些凉，出来太急，忘记穿外套了。一阵风吹过，我忍不住打个哆嗦。柳如烟追了出来：“阿宇，你别生气嘛，不喜欢就不要好不好？你快过生日了，今天我请你吃饭，吃完饭我们去看电影。”我还是同意了。这3年异地恋，我没有陪在他身边，终究是我对不住他。之前我爸做完手术，柳如烟去医院看他，也总归是我欠了他一份人情。再怎么样，我们也认识了20多年，我没办法立刻和他划清界限，做回陌生人。一顿饭吃得很快，我并没让柳如烟付钱。女生要花钱的地方总是更多一些，我怕她吃不好穿不好，所以异地恋这些年所有车票机票都是我订的。我不想因为我的缘故降低柳如烟的生活质量，省钱我只会在自己身上省。吃完饭，我们去了电影院。我看着电影院来来往往的情侣们，觉得来这里也挺好。许多情侣最初的约会地点都是在电影院，在电影院好聚好散，也不失为一种好的告别。只是电影还没开场，顾衍就来了。顾衍居高临下的站在我面前，上下打量我，眼神里隐含轻蔑。“乔宇，你真像狗皮膏药，如烟对你根本不是男女之爱，最多把你当哥哥而已。你是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吗？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主动放手，而不是仗着小时候的情分霸着如烟男朋友的名号？我再怎么样还轮不到你这个小三教育，知三当三还能这么理直气壮。
你还想打是吗？顾衍脸色涨红，装腔作势地撸了撸衣袖。柳如烟见状，含泪横在我们中间：“是我请乔宇哥哥出来的。顾衍，你不要无理取闹，我在你那里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乔宇哥哥是来安慰我的，你管不着。”顾衍拂袖而去，我没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柳如烟。我以为我们即使有天会分手，那也一定是很体面的场景。毕竟我们一路走来，从家乡走到这里，在这个陌生的城市，即便我们不是恋人，也该是守望相助的亲人。可他终究还是让我失望了。我们分手吧。柳如烟愣了一下：“乔宇，你什么意思？”他语气很是激动，仿佛我说分手是什么不可饶恕的错事。没什么意思，只是觉得在一起这么久，分手也应该讲出来，这样正式点。无论是他的心猿意马，还是他把我当备选方案，还是今天利用我刺激顾衍，都让我很失望。可我不想说这些，提起这些，我就要一点点回忆他背叛我的全过程，挺折磨自己的。既然他愿意装傻，那就随他吧。反正无论说与不说，分手这件事都不会有任何改变。那天的电影终究没有看成。吹着凉风回家时，路真的很长，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才到家，只是越走越觉得所谓的青梅竹马就像一个笑话。不过柳如烟用我刺激顾衍的事情倒是颇有成效。就在第二天，我发现他的帖子更新了后续。因为没有安全感，我一直没有答应上司做他的女朋友。但是现在他要带我去见家长，我该不该去呢？他们家世是土著，家境比较好，他曾在英国留学。如果我和他一起见家长，给他爸爸妈妈带什么礼物比较好呢？我看着柳如烟一条条认真回复建议他带什么礼物的留言，心也一点点冷到冰点。我生日那天，柳如烟拎着精心准备贵重礼品去了顾衍家，而我给自己煮了一碗长寿面。看着柳如烟晒的昂贵礼物，我第一次直观地理解了有关送礼的经典道理。别人送你礼物时，首先会考虑你的价值，他们只会送你符合你价值范围的东西。所以去医院看我爸只需要水果牛奶就好。这一刻我才明白，情谊才是这世上最不值钱的东西。我看着桌上寡淡的长寿面，手机里喧闹的综艺节目，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，真没意思。从前我们可以不是情侣，但一定还是亲人。可是现在，我突然觉得那些曾经的情谊似乎已经有了裂痕，并且永远无法修复。我在门口的穿衣镜里看见自己穿着过时的旧外套，发型一看就知道很久没打理了，整个人像是蒙了一层土，一滴眼泪不争气地逃出眼眶。我抬手抹去，拿起手机搜索男士理容馆，很近，只隔一条街。到了店里，我窝在等待区的沙发里放空大脑。工作人员还给我送来小食和茶水，洗头、按摩、理发、修容。经过一番打理，镜子里的自己都觉得有点陌生。回到家，在路口给自己买了1人份小蛋糕，又买了些卤味和啤酒，把投影仪找出来，擦干净上面的灰尘，放一部喜欢的电影看，心情瞬间好了许多。原来山穷水尽处最需要的是一个转身。我甚至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难过。不能拼爹妈的人，只能拼自己。所以我需要更努力的工作，给自己的人生争取多一点的机会。忙碌让人没时间悲春伤秋。柳如烟换上了情侣头像，看起来一切顺利，完成了新人换旧人的愿望。发小找我喝酒，翻开他的朋友圈给我看，柳如烟妆容精致地依偎在顾衍怀中，诱人的餐点
华丽的背景，穿着昂贵的阔绰男友，这一切发在朋友圈都会引人艳羡，所以也就不用在意所谓的隐私了。而且他还记得把我屏蔽，发小徐岩替我不忿，骂我太怂，你就这么轻易放过他？不然呢？要不我写一份几十页的 PPT 发到网上，让网友去审判他们。徐岩嗤笑一声，你要真敢这么干，我花钱给你买热搜。我叹口气说道，你还记得陆子凡他小叔吗？徐岩沉默了。我们很小的时候，他就跑去 S 市打工，赶上政策红利，挣了许多钱。每次回来都会大包小包带许多东西，当时是许多人羡慕的对象。可是后来他老婆出轨了，还被他捉奸在床。他把老婆和奸夫出轨的照片散了好几条街，还惊动了好几家电视台报道。后来他老婆和奸夫私奔了，最后成为大家口中笑话的反而是陆子凡的小叔。所有人都嘲笑他，整几个臭钱到处炫耀，不是有本事吗？有本事老婆还和别人跑了，那么大一顶绿帽子，冬天暖和的脸，都说家丑不可外扬，他还到处宣传，摊上这样的男人也够倒霉的，难怪媳妇有外心。当时我还小，不懂那些人为什么会这样，但是他们脸上的不屑和嘲讽却让我印象深刻。后来长大了，我才明白，大多数人实际上是没有同理心的，歇斯底里的发泄一番固然痛快，但是真正为你难过鸣不平的又有几个？更多的反而是背后看你笑话，用你的伤心事嘲讽贬低你。这天下班回家，我刚拿出钥匙，就听到柳如烟的声音，阿宇，声音里有掩盖不住的悲伤。转身看见她通红的双眼，正楚楚可怜地看着我，手上还拎着行李箱。能陪我回趟老家吗？我妈打电话说奶奶可能要走了。一时间我有些恍惚，甚至有些想不起我们有多久没见过了，1个月还是1年？虽然关于柳如烟的消息总是会以各种方式和巧合传到我耳朵里，可是我们自电影院一别，确实没有再见过。但是他这个要求我却无法拒绝，毕竟老人家对我那么好。柳如烟的奶奶早年守寡，把儿子女儿养大，又帮儿子带大孙子孙女，年岁大了却不肯麻烦儿女，自己回乡住在老宅，1日3餐都是自己做。平时奶奶过日子比较节俭，自己吃饭都不舍得买肉，但只要我去，4次都杀鸡买鱼，还会给我做一大碗红烧肉。只可惜她是柳如烟的奶奶，我们终究没有祖孙缘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俩相对无言。到医院，我准备进病房的时候，柳如烟拦住我，把我拉到一旁，阿宇，咱俩就当还和以前一样，你懂吧？我点了点头，当然懂，就像上次那样。奶奶看到我俩一起来看她，眼里全是欢喜。旁人打趣道，看到孙女婿，老太太病都好一半了。奶奶拉着我和柳如烟含糊说着，你俩好好的，好好的。我和柳如烟拼命点头。奶奶絮絮叨叨说着我们小时候的事，我听着那些点点滴滴，鼻子有些发酸。柳如烟神情怔怔的，似乎也陷入了回忆中。奶奶说累了，就拉着我俩的手放一起，对柳如烟说，小雨是个好孩子，他在意你，你要好好和他相处，别欺负他，以后有重孙了，记得带给奶奶看。柳如烟哭着点头，好的奶奶，你放心，我俩好好的，你也要好好的，以后我俩有宝宝了，还要你来带呢。话音刚落，外面阴沉许久的天空划过一道惊雷，原来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。我和柳如烟走出病房后，她喊住我，阿宇，之前的事对不起，我们还能做朋友吗？
他看起来好像很愧疚，肩膀低垂，不敢看我。我摇摇头，轻声说道：“不能。”虽然我知道不见他大概是不可能的，但打心里是真的不想见他了。我们也不该再见。套用网上一句话，最好的前任就应该像死了一样。其实我没看起来那么云淡风轻，我心里是恨柳如烟的。就在柳如烟还想说些什么时，顾衍来了。柳如烟，你什么意思？回家不带我，带着你老情人，怎么想和老情人死灰复燃？当初你选了我，你和乔宇还会有可能吗？哪个男人也不会这么贱，非要上赶着戴绿帽。说着还瞥了我一眼，警告意味满满。我后退2步，把空间让给他们，待在旁边看戏。说实话，他们吵架，我挺开心。顾衍，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是你先背着我和别的女人去相亲的，还有你妈，她根本就是看不起我，当面对我笑眯眯，转身就介绍别的女生和你相亲。你们全家都欺负我。他们争吵指责的场景和柳如烟曾经晒出的幸福合影在我眼前重合，突然间有了些许感慨。我连忙摇摇头，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思绪甩开。无论他们是恩爱还是争吵，都与我无关。我抬脚就走，谁知道柳如烟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她双眼含泪看着我：“阿宇，如果当初我们没分手，也许现在已经在筹办婚礼了，我们会不会很幸福？”我挣脱柳如烟的手，没理会在我身后咆哮的顾衍，大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无论他是真的后悔，还是演戏给顾衍看，我都不想理会，因为这个世上没有如果。从我主动说出分手那一刻，我就没想过要回头。命运之神会怎么安排他和顾衍都与我无关，我只知道我的人生里不会再有柳如烟出现。背叛过我的人不配站在我身边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